10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片大草坪。我先是挖了草坪种菜，后来又一锹一锹地挖坑种果树。这片地呢都是山地，土地里全是碎石头，每个坑都挖得腰酸背痛。最早的时候没有经验，随便买了几棵桃树、李子树种上，果子结出来才发现不好吃，全给换了。中间也死过不少棵，有的是被病害折磨到没救，有的是我自己施肥太重，活活烧死的。挖出来看时，根都焦了，那时候真是心疼啊！折腾了好多年，换了一批，又种了一批。今年春天是我没想到的，10来棵果树的花几乎同时间开了。那天早晨我出门遛狗，一抬头就愣住了，粉的、白的、淡黄的，整个院子全是花。站在那儿半天没动，嘴里突然就冒出来几句：后院果园百花香，又逢寻春踏梦时，胸中若有千般梦，不向人间问早迟。也算不上什么诗吧，就是当时心里的那点感觉。刚搬来那会儿，周围邻居家全是草坪，修剪得整整齐齐。周末的时候就听着各家的割草机声此起彼伏。但我就是想折腾，草坪挖了一块种菜，后来又扩大了规模，种上瘾之后又开始琢磨着种果树。挖坑只是第一关，挖完了才发现土质也不行，板结贫瘠，很难种好娇气的果树。后来又一车一车买原土回来混进去，每棵树都要折腾好久。那时候身边有人说：“你工作那么忙，周末歇会儿不好吗？折腾一手泥干什么呢？”我也说不上来图什么，就是觉得一棵小苗在你手里长大、开花、结果，这种感觉比啥都上瘾。你看现在这些花开得漂亮，但这里每一棵树都不容易。这棵梨树2年前得了火疫病，当时我不太懂，以为是普通的真菌感染，眼看着枝条一根根像被火烧一样枯死，最后硬是剪掉了大半棵树才保住命。后来才知道那是细菌感染。今年总算是学会了，花一打包就盯着天气预报，下雨前赶紧喷药。你看它现在又开花了，活过来了。这个位置以前有一棵水蜜桃，种了3年，眼看就要挂果了。旁边同样品种的那棵树当年就吃上桃子了。冬天我想着给它多追点肥，来年结大果，结果开春一看死了，肥害烧死的，3年的心血就因为心急多撒了几把肥。还有一棵亚洲梨，头1年挂满了果子，高兴坏了。第2年想着再加把劲儿，结果没留神，用了同样量但是肥力高1倍的肥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还有一棵柿子树和2棵枣树，也是同样的原因一起报废了。当时那叫一个心疼啊，但也没办法，认栽，然后重新种。树种活了，麻烦才刚开始。这地方路特别的多，有一棵3主枝的油桃树，一夜之间2个主枝被鹿给啃断了。亚洲梨树的树头直接就被鹿给吃没了。后来我花了大力气围了一圈的篱笆，再后来又加高加固了一次。正好那时候家里来了一条大狼狗，就是我们收养的德牧小马。就是它。它一到果园，鹿就不敢靠近了。你以为这样就完了？有一年正好赶上17年蝉大爆发，就是每17年才钻出地面一次的那种。果树当时都还小，被咬得9死1生。冬天的时候，兔子会来啃小树苗的皮，每棵树根部得围一圈细网。夏天的时候，日本甲壳虫成群结队的吃叶子。好不容易等到果子熟了，松鼠、浣熊、鸟比你还勤快。不想办法保护的话，辛苦1年到手的果子剩不了多少。所以你看这满院子的花，每一朵背后都是一棵从麻烦里熬出来的树。你可能觉得天天能在这样的果园里干活挺幸福的，但其实果园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另一大半时间是对着电脑写代码、做设计，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。
成百上千的逻辑，没完没了的需求，一整天下来脑子嗡嗡的，肩膀硬得像块板。但我一关电脑，换上旧衣服，走进这片果园，不管今天在公司经历了什么，那一刻全都放下了。代码写得再好，上线也可能被砍掉；项目做得再漂亮，公司也可能裁掉你。但一棵树不会，你给它浇了多少水，施了多少肥，花了多少心思，它全记着。来年春天，它用花来回答你。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天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春天。公司把我们的大头给赶走了，顺势把我做了好几年的产品也给否了。一个我带了几年、自认为无坚不摧的团队，说拆就给拆散了。我坐在会议室里，气得差点吐血，失望、郁闷、愤怒，怎么想都想不通。下班路上又刚好堵车，在高速上堵了2个小时，到家的时候天都黑透了。我没进屋，车停在门口，直接绕到后院。那会儿桃花刚开，月光一照，花是灰白色的。我在树底下蹲了很久，一句话都没说。风一吹，几片花瓣落在我的肩膀上。等我站起来往屋里走的时候，上班那些让我睡不着觉的事儿，好像已经离我很远了。这样的夜晚，这些年也不是第一次了。每次蹲在树底下，我都会想一些不着边际的事。你看桃花现在开得轰轰烈烈，但旁边这棵苹果树还是一个个紧闭着的花骨朵。它急吗？它不急。苹果树的花期本来就比桃树晚2个星期，等桃花落了，它才慢慢的展开。谁也不比谁差，只是时间表不一样。人其实也是，到了30、40岁、40、50岁，最容易看着别人的节奏怀疑自己。但你仔细想，谁规定了几岁该怎么样呢？管好自己这棵树就行了，该浇水浇水，该施肥施肥，该剪枝剪枝，花会开的。这片果园，春天看花，夏天赏叶，秋天吃果，冬天剪枝，10年了，一年年就这么过，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该干的事儿。再过1个月，这些花就都谢了，小果子从花托里一颗颗冒出来。5月底，桑葚先熟，紫黑色的果子掉得满地都是。6月，蓝莓、黑莓跟着上场，一把把往嘴里塞。7月是桃子的主场，熟的时候，那个甜香飘得满院子都是，松鼠和鸟全都来凑热闹。8月，李子坠弯了枝头，亚洲梨也沉甸甸地挂满了树。9月，葡萄轮着上，飓风还有另外几个品种，紫的、黑的、绿的，一串串摘不完。无花果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熟，每天都有收获。苹果、山楂、枣树都是前些年才种下的，今年能结几颗就算几颗，尝个鲜就好。柿子树呢也还小，长得也慢，枝头能挂上10来个果子就是惊喜。11月叶子全落光了，那几颗柿子孤零零挂在光秃秃的枝头上，像是一盏盏的小灯笼。这种强烈的反差美，让人不由得多欣赏一阵子。然后又是一个冬天，我在地里修枝剪形，等下一个春天。胸中若有千般梦，不向人间问早迟。这片果园的故事才刚开始，夏天果子熟的时候，我们再回来看。